各位朋友，大家好。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首诗呢，是出自于东汉末年曹操的《观沧海》，其中的星汉指的就是银汉、银河、天河的意思。大概意思呢，就是说天上的银河星光灿烂，仿佛是出自于那波涛汹涌的大海。在宇宙观方面，曹操确实有点没大没小。最近有一部剧正在热播，它的名字就叫《星汉灿烂》。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部剧。这又是一部历史架空剧。我理解的历史架空剧呢，有很大一部分它并不是真的凭空捏造的。原作者在创作这个剧本或者是小说的时候，他是有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历史人物原型的，只是后来为了一些客观的需要，不得不改成了历史架空剧。《星汉灿烂》这部剧也是这样，它也有一个非常精准的历史背景，其中的人物也有其历史的原型。那么它又是反映的是哪个朝代的事情呢？熟悉汉服的朋友可能很快就看出来了，这肯定是汉朝的故事。那么是在汉朝的哪一个时期呢？是西汉还是东汉？是哪一个皇帝统治时期？其实啊，剧中的情节已经给了我们答案。在剧中，不管是程绍商的父亲程将军，还是他的结义兄弟万将军，或是那位造反的雍王，他们都是同当今的皇帝文帝一起打江山的开国元勋。那这样说，文帝一定是一位开国的皇帝。西汉的开国皇帝是刘邦，东汉的开国皇帝是汉光武帝刘秀。那么到底是刘邦还是刘秀？在剧中呢，也有一些提示。比如说，在程绍商与他的三叔父一起去华县就任途中，他的那位武婢叫阿妙的唱了一首歌，歌中有这样两句：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妇。这首诗就是汉乐府诗中的佳作，名叫《陌上桑》，其中描写的这位美女叫秦罗妇。描写的时代呢，就是东汉初期的汉光武帝期间。另外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那首《观沧海》，也是创作于东汉末年。再加上剧中的服饰，女子呢仍然以曲裾深衣为主，而男子呢已经大部分穿的是直裾衣，这和西汉时期也有明显的不同。关于这一点呢，我将来有时间的话，咱们专门的聊一聊，这里呢咱们就不展开了。不过这些呢还只能算是暗指，剧中还有一个明指，就是关于文帝的后宫。刘秀当年身边也有两位重要的女子，一位是第一任皇后郭圣通，另外一位是她的发妻阴丽华。历史上皇后郭圣通最后被废，阴丽华取而代之，而剧中按照原著的设计也是宣后被废，岳飞取而代之。由此啊，我们基本可以认定这部剧的历史背景就是发生在汉光武帝刘秀执政期间。文帝指的就是汉光武帝刘秀，宣后指的是郭圣通，岳飞指的就是阴丽华。剧中的女主程绍商应该是虚构的人物，而男主角凌不疑在历史上也很难查其踪影。凌不疑原名霍，由此很多人想到了霍去病。在汉朝也有一个历史人物叫不疑的，叫卫不疑，他是卫青的儿子。由此呢，我想凌不疑这个名字应该是致敬西汉的霍去病与卫青，这应该也是一个虚构的人物。看这部剧的时候，很多朋友对剧中的称谓觉得很好奇，很新鲜，比如说四父、替父、大母、续伯等等。这些称谓呢，很多是闻所未闻。其实啊，这些称谓呢，都是出自于《尔雅释亲》。《尔雅》呢是一部词典，其中有一部分呢是专门解释亲属之间的称谓的，叫释亲。具体《尔雅》这部书的创作时间，目前呢还很难确定，大致是在西周到西汉之间。所以啊，可以想象，在汉朝期间，不管是西汉还是东汉，《尔雅》中所介绍的亲戚之间的称谓，应该是比较普遍的。
但是到了后期，称谓呢不断发生变化，这一点呢，我想大家也非常清楚。我以前呢也介绍过一些唐宋期间的亲戚之间的称谓，很多在《尔雅》中记载的称谓，到了后世呢已经变得非常的不常用，有的慢慢的也就消失了。不过在西汉、东汉期间，这种称谓应该是比较常用的。在剧中，文帝与宣后岳飞以及2位皇子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目前呢我还无从得知。希望呢不要与原著以及与历史上的人物呢太不一致，因为在历史上，上述这几个人之间的关系的发展的过程已经是足够的曲折，足够的精彩，其中还有一些至今难解的谜团。咱们先不管在剧中这些人物将如何发展，今天呢，咱们先来说说在历史上刘秀、郭圣通、阴丽华3个人之间的故事，他们之间的爱舍离。咱们先来说说刘秀。刘秀呢是汉高祖刘邦的9世孙，长沙定王刘发之后。虽然说他与刘邦离得好像不算特别远，但是呢，因为汉朝实行推恩令，推到刘秀这一代，家族的荣光已经被推得差不多了。刘秀的父亲好歹还是一个县令，他的母亲姓樊。刘秀出生的那一天，据说是红光满室。这样的描写呢，我相信大家不会觉得陌生。在我的印象中，宋太祖赵匡胤、后梁皇帝朱温以及明太祖朱元璋，他们出生的时候都是红光满室。那个产房啊，就很像我们现在用的烤箱。由此啊，大家应该就知道了，那些有名的帝王，他们都不是生出来的，那都是烤出来的。据说赵匡胤、朱元璋出生的时候还时有异香，那喜欢烤面包的朋友一定是有所顿悟。刘秀倒是没说时有异香，不过呢，说刘秀出生的那一年，田中的嘉禾是一敬9岁，一敬9岁称之为秀，这也是刘秀这个名字的由来。从此以后，一敬9岁也成了一个祥瑞。刘秀出生的时候还是在西汉末年，而等他长大成人以后，那个时候王莽篡汉，已经进入了新莽政权时期。王莽是大力推广周礼，所以在他执政期间大力扩展太学的规模。按我们现在的理解，就是大学扩招。刘秀就成了这次扩招的幸运者，他有机会进入太学进行学习。太学是开始于汉武帝时期，是汉朝的最高学府。起初的规模不大，到后来规模越扩越大。到了王莽期间，太学中的学生人数甚至多达10000人。刘秀当时在其中修的专业呢是尚书。尚书是学什么呢？尚书主要记载的是古代先贤们如何执政，所以呢，他教的是一套帝王术，有点类似于后世的《资治通鉴》。刘秀深知知识能够改变命运，所以呢，在求学期间，他是刻苦攻读，加上天资聪颖，很快他的学业成绩就是一塌糊涂。史书记载，他的尚书学的是略通大义，这还是史书的作者非常给刘秀的面子。垫着脚咬着牙说他略通大义。略通大义这句话换一个角度理解，就是大部分都没整明白。虽然书读的不怎么样，但也并不妨碍刘秀在求学期间是颇有收获。第一个收获就是身边聚拢了一些人，这些人中的很多位后来都成了从龙之臣，也是东汉帝国的柱石，其中包括邓禹、来西、朱佑等等。虽然刘秀功课不怎么样，但像邓禹这样的人可是一个天生的学霸。这些人中的很多，不管是在学识还是门第上，都高于刘秀，但在当时他们都是聚拢在刘秀的周围，可见刘秀的个人魅力。除了求学，刘秀在长安也没闲着。他的外公是个商人，所以刘秀的身上也有很多商人的素质，比如说他的商业眼光。那时候1等人乘车，2等人骑马，3等人就是一般的老百姓骑驴。刘秀发现了这个商机，所以呢，他就与他的朋友韩子2个人合资买了1头驴。通过出租这头驴，刘秀就做起了运输生意。慢慢的，生意越做越大，
不光是有驴，还有了牛。如果不是后来王莽新政招致了天下大乱，绿林赤眉起义，如果不是刘秀的哥哥刘演也揭竿而起，刘秀又积极响应的话，那么刘秀创建的这个共享单驴的生意估计已经上市了。除了做驴的生意以外，刘秀还有另外一些更加有档次的生意。他跟好友朱佑曾经做过药品的生意，就是在一些药材上抹上蜂蜜，苦药变成了甜药，据说当时是深受市场的欢迎。此外，刘秀还有一个更加现代化的生意，就是他为那些从南阳来到长安来办事的人疏通上下的关系。这个呢就很像我们现在的各省市的驻京办。所以呀，有人说王莽是穿越者，很大程度上呢是王莽新政推行的就是国有化，一切收归国有。所以王莽如果是穿越的话，那他也就是在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那个时期他穿越过去的。而刘秀如果是穿越者的话，那他可是从上世纪90年代穿越过去的，那要比王莽要现代的多了。刘秀在长安还有一个收获，就是见了世面。他曾经写过一首诗，叫仕宦当作执金玉。执金玉官级呢，差不多是9卿这个级别的，具体职位呢，相当于现在的京城的卫戍区司令兼仪仗队大队长。因为执金玉有保护京城的责任，所以呢，他会周期性的带着士兵在街上巡逻。刘秀就是在长安的时候看到了执金玉巡逻时的情景，那么的威风，所以他立誓要做一个像执金玉这样的大官。当时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不过后来就是乱世，在乱世之中，一切皆有可能。不光是能做执金玉，而且还有可能娶到阴丽华。刘秀有一个姐夫姓邓，邓家呢是南阳的一个大族，这个家族与南阳另一个大族殷家有着世交。也许就是通过这层关系，刘秀第一次见到了阴丽华，当时他的感觉是惊为天人，所以从此就立下了这样的人生理想：仕宦当作执金玉，娶妻当娶阴丽华。可是这个愿望在当时来说实在是太缥缈了。刘秀家的门第与殷家的门第那相差的实在是太远了。虽然说刘秀是汉史后裔，但这时候已经不是汉史，而是新朝了。殷家的出身也不简单，他们的先祖是齐国的宰相管仲，管仲的七世孙管修后来被封为了殷大夫。从此以后，家族就以殷为姓，这就是殷氏家族的由来。到了东汉末年，殷氏家族可以说是富可敌国，他家中的田亩、奴婢的数量堪比一个诸侯王。按理来说，刘秀是真的没有什么机会。不过刚才说了，在乱世之中，一切皆有可能。刘秀的哥哥刘演从小就不安分。他不甘心于做农务，天天的结交那些英雄豪杰。用我们现在的话讲，他是一个社会人，或者说叫社会大哥。天下大乱以后，各地纷纷响应，刘演自然是不甘寂寞，也是揭竿而起。刘氏家族作为汉史的后裔，对于篡汉的王莽一向是深恶痛绝。所以刘演起兵以后，刘氏子弟个个是热血沸腾，群情激昂，呼啦啦的跑了一大半，没有几个人想要跟刘演趟这趟浑水。而那时候在宛城正在做粮食生意的刘秀却积极的响应。当时没有马，刘秀就骑着一头牛加入了他哥哥的起义队伍。刘演和刘秀拉起来的队伍，后来呢就加入了更加实力强大的绿林。绿林军为了扩大影响，所以呢他们就想立一位西汉皇室的子孙作为他们名义上的领袖，实际上呢就想立一个招牌。绿林军的首领最后选了刘玄坐到这个位置上。刘玄呢是刘秀的族兄，在绿林军中，不管是能力还是影响方面，远远不及刘秀的大哥刘演。但绿林军觉得这个人比较好控制，所以就立他为主。刘玄也就是后来的更始帝。刘玄嫉妒害怕同为皇族兄弟的刘演，所以呢，后来他就找了一个理由杀死了刘演。
刘秀那时候并没有跟他大哥在一起，他还在昆阳，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在刘秀的指挥下，赤眉军以少胜多，击败了王莽的40几万大军，赢得了昆阳之战的胜利。刘秀也从昆阳之战中一战封神。还没来得及庆祝胜利，刘秀就知道了自己大哥的死讯。刘秀知道更始帝的下一步可能就是他自己，于是刘秀马上丢掉了自己的部队，只身回到了长安见更始帝，向更始帝表达自己的忠心，同时与他哥哥划清界限。平时的时候，刘秀依然是谈笑风生，他大哥的丧事他也没有办。见到了他大哥以前的下属，他也是只谈公事，不徇私情。对于大哥的死，更是只字不谈。慢慢的呢，让更始帝刘玄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心想这到底死的是你大哥还是我大哥呀？怎么看起来我好像比你还难过一点呀？也就是在他大哥去世的同一个月，丧期还没过呢，刘秀就迎娶了他少年时期心中的女神阴丽华。两人成亲以后不到3个月，刘秀呢就通过上下打点，终于说服了更始帝，给了他一个外放河北的机会，这样他就可以离开长安这块是非之地。他走了，阴丽华又回到了娘家。而这时候，他娘家所在的南阳也完全是在更始帝的掌控之下。更始帝能够放刘秀去河北，除了在之前刘秀的忽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恐怕就是刘秀虽然走了，但他的老婆却还在我的手里。所以一定程度上来说，阴丽华那时候就是个人质。到了后来，刘秀登基以后，费尽心力地对阴丽华做出补偿，努力地对她好。除了刘秀对阴丽华的感情以外，这份愧疚的心理恐怕也是占着相当的比重的。刘秀到了河北也是凶险无比，当时的河北大部已经落入了王莽的手里，刘秀手中不过是有一个更始帝赐的节杖，除此以外既没兵也无粮。初期的时候，刘秀被王朗追的是四处躲避，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不过后来他的那些好友，比如说邓禹，纷纷的过来投奔，刘秀呢也开始积攒出了一些家底。但这时候他的兵力还是无法与王朗抗衡。在河北地区还有一股强大的势力，是坐拥10万兵力的真定王刘阳。刘阳也是汉室宗亲，当时他是在刘秀与王朗之间，如果他归顺了王朗，那刘秀肯定是死无葬身之地，而如果他支持刘秀的话，刘秀的势力就可与王朗一战了。刘秀深知刘阳的重要，就派他族中的兄弟刘直去做刘阳的工作。最后刘阳答应了要支持刘秀，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为了加强两方的合作，刘秀要迎娶刘阳的外甥女，叫郭圣通。那为什么娶的是刘阳的外甥女，而不是刘阳的自己的女儿呢？这个呢很简单，因为他们同为刘氏子弟。虽然说刘阳与刘秀之间的亲戚关系呢是差得比较远，差不多几个光年吧，但毕竟都是姓刘，同姓不婚，这个规矩是不能破的。可是刘秀这时候已经结婚了，阴丽华肯定是他的妻，绝对不会是他的妾，而郭圣通也不可能做他的妾。刘秀也是以正妻之礼娶的郭圣通，所以郭圣通就是刘秀的正妻。那阴丽华呢？她是由妻变成了妾，还是当时就被休了？这一点恐怕是很难说清楚，至少当时是没有一个说法。我看到了史书中提到了2个字，叫停婚。这个停婚是什么意思？是暂停还是永久的停下去？这个恐怕当时的刘秀自己也搞不清楚，毕竟是身处乱世，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娶了郭圣通，有了真定王刘阳10万人马的相助，刘秀很快在河北就站稳了脚跟，并且在2年以后击败了王朗，荡平了河北。这时候的刘秀已经有了自己的军队，
也有了自己的地盘。这时候也已经到了公元25年，在这一年，更始帝在长安称帝，刘秀随即也在河北称帝。很可能是在刘秀称帝之前，也就是与更始帝彻底闹翻之前，他派人将阴丽华接到了河北，接入了皇宫之中。很快，刘秀就封阴丽华为贵人。这时候的郭圣通也是贵人，2个贵人，但还没有皇后。刘秀想让阴丽华做皇后，但阴丽华坚持不受。他说郭贵人这些年伴驾有功，而且他的家族在您称帝过程中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最重要的是，郭圣通这时候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他就是后来的太子刘强，出生于公元25年。刘秀看阴丽华态度坚决，最后只好让郭圣通做了皇后，并很快就封刘强为太子。刘秀总共有11个儿子，长子是太子刘强，次子刘辅，生母也是郭圣通，三子是徐贵人所生，四子刘庄才是他与阴丽华生的第1个儿子。那时候已经是建元4年，也就是阴丽华入宫3、4年以后的事儿了。2个人各为刘秀生了5个儿子。不过阴丽华可能多生了3个女儿，而郭圣通呢只生了1个女儿。这个女儿很可能就是剧中的五公主，而剧中的太子自然就是历史上的太子刘强。剧中和太子争夺储君之位的3皇子，应该就是历史上的皇子刘庄，阴丽华与刘秀的第1个儿子。到了建武17年，也就是郭圣通与阴丽华2人的妻妾关系维持了17年以后，妻妾易位，刘秀宣布废后，郭圣通被废去了皇后之位，由阴丽华取而代之。为什么在事隔17年以后突然宣布废后？这期间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刘秀的废后诏书中有这样几句：皇后怀持怨怼，数违教令，不能抚慰他子，训长一使。宫闱之内，若见婴蝉，既无官纠之德，而有屡祸之风。说郭圣通有屡祸之风，吕呢，当然指的就是吕后。霍指的是霍光的女儿霍成君，后来也是做了汉宣帝的皇后。这2人都是专横跋扈、专权干政之人。刘秀特别不喜欢吕后，在他执政的后期，还将吕后的牌位从高祖庙中移出，让薄太后取而代之。刘秀这么做，地下的刘邦也有话要说。刘邦说：“你们把吕后请出去，我没意见。吕后最近呢，经常是不高兴了就咬我2口，弄得我也很痛苦。具体吕后为什么会咬人？据考证，吕后是死于狂犬病。具体的内容呢，请大家搜索我的那期视频节目《吕后之死》。”刘邦说：“你把吕后请出去了，能不能给我换一个戚夫人呢？你们现在给我换了一个博士，这个博士呢，我确实不太熟，我跟他只见过1面，然后就发生了一夜情，然后就有了一个儿子，就是你们的先祖汉文帝。可是我确实跟他不熟。”刘秀说：“1回生，2回熟，您就忍忍吧。”吕霍2人都是专权之人，而且都干涉了朝政，但在历史记录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郭圣通曾经干预朝政的事情。那么，是不是郭皇后背后郭家的势力威胁到了皇权，所以刘秀才废后呢？实际上，在建武2年，真定王刘阳，也就是郭圣通的舅舅，当年把郭圣通嫁给刘秀的那个王爷，就已经被刘秀给收拾了。郭家背后的势力已经慢慢的自生自灭，而且刘秀在废后以后呢，对郭家的人大肆封赏，郭家的势力不降反升，所以废后肯定不是为了铲除郭家的势力。那么刘秀废后是不是单纯就是为了补偿阴丽华呢？毕竟在感情的天平上，刘秀更侧重于阴丽华这一边，所以他想让阴丽华做皇后，给他一个最大的补偿。不过如果这样的话，似乎也用不着废后吧？你平时多去阴丽华那儿待几天不就可以了吗？
历史上有很多的皇帝与皇后的关系不睦，他就会更宠信某一位妃嫔，而将皇后晾在一边。这也不至于非要废后，毕竟皇后母仪天下，她并不单纯是皇帝的老婆，还是天下人之母，不是说废就废那么简单的。况且刘秀与郭圣通两个人的感情并没有那么冷淡。在阴丽华入宫之前，郭圣通与刘秀只有一个孩子，就是太子刘强。而阴丽华入宫以后，郭圣通又生了4个儿子，1个女儿，与阴丽华生子的数量差不多。所以从这点也能看出来，阴丽华与郭圣通两人在宫中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以说是共沐皇恩，雨露均沾的。那为什么会突然走到了废后这一阶段呢？刘秀说郭皇后怀持怨怼，数违教令，就是说她经常心怀怨言。可抱怨几句就能成为废后的理由吗？到底这是真的因过而废，还是欲加之罪呢？从建武元年刘秀登基到建武17年郭后被废，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把时光往回拨8年，建武9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阴丽华的母亲和她的弟弟被盗贼劫持杀害。阴丽华早年丧父，是她的母亲把她抚养长大。她与她的母亲感情异常的深厚，母亲和弟弟的死使得阴丽华异常的悲痛。刘秀为此颁布了一份诏书，其中不仅是给阴家的人追封侯爵，而且还提到阴丽华与他相识于微贱之时，说他登基后想立阴丽华为皇后，但是被他拒绝了。这份诏书是公布于天下的，也就是说，这时候天下的人都知道郭圣通的皇后之位是阴丽华让的。以前这事儿呢，可能只有宫中的几个人知道，但现在已经是昭告天下了。刘秀此举等于是在天下人的面前狠狠地打了自己皇后的脸。郭圣通当然会觉得很委屈，你刘秀跟阴丽华相识于微贱之时，那我嫁给你的时候，你刘秀不是也在困厄之时吗？在你刘秀登基之前，阴丽华不过是陪了你3个月的时间，而我则是跟你一起奋战了2、3年，我又为你生了嫡长子和另外4个儿子，皇后之位难道不是我应得的吗？阴丽华出身高贵，是管仲的后人，我郭圣通也是古虢国国君的后人。顺便说一下，历史上确实有一个古虢国，这个国的国君最早是给夏天子御龙的，到了商朝的时候也继续为商朝的国君御龙。那么这个龙指的是不是就是马呢？应该不是。嬴姓的先祖秦非子就是牧马的，所以马跟龙分的还是很清楚的，马就是马，龙就是龙。至于龙到底是什么动物，这个呢就有很多种说法，咱们就不特意展开了。大家还记得滥竽充数中的南郭先生吗？他就是来自于古虢国，因为那时候古虢国按照方位的不同，分为东郭氏和南郭氏。刘秀发布这样的诏书，我们可以想见，在那个时候，刘秀与郭圣通之间的关系一定是非常的不好。所以刘秀才不会给他的皇后留一点面。那么从建武9年帝后关系恶化到建武17年废后，这期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如果建武9年的时候刘秀并没有废后的话，那么为什么过了8年突然想起了要废后呢？翻阅史料，我们会发现也许有2件事情与刘秀最终废后有关系。这2件事都是发生在建武17年。第一件事，在这一年，阴丽华与刘秀的幼子只有3岁的刘恒突然病逝，几个月以后，郭皇后被废。那么这2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在刘秀的废后诏书中有这样几句话，说郭皇后不能抚训他子，训长义士，宫闱之内若见应瞻，岂可托以幼孤。这些话好像并不是泛泛而言，似乎是意有所指。是不是说刘恒之死与郭皇后有关？郭皇后是不是应该为此承担直接或者间接的责任？毕竟皇后是后宫之主，也是诸皇子的嫡母。不过如果只是承担嫡母的责任的话，应该郭皇后的责任不大。毕竟这个小孩生母还在的情况下，嫡母也不可能手伸得太长。
但如果刘秀认定皇子之死与郭皇后有直接关系的话，那就足以让他做出废后的决定。那如果换一个角度，如果郭皇后是被人设计陷害的呢？那么陷害她的人又能是谁呢？明朝有一位学者思想家叫李直的，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说阴丽华堪比武才人。相传武则天为了陷害王皇后，曾经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幼女。李治指的就是这件事情，但这只能是一种猜测，因为没有任何的实证。从阴丽华一向的行为举止来说，她应该也不是能做出这类事情的人。后世的历代史学家也不认同幼皇子刘恒之死里面有什么阴谋。单纯的这件事情并不足以让刘秀做出废后的决定，但在同一年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刘秀病了，而且病得很重。按我们现在来说，他应该是中风了，口不能言，腿不能行。现在我们回头看一下，从建武9年开始，帝后不睦。建武17年，皇子刘恒之死，刘秀或许听到了当时的一些流言，或许他认为郭皇后没有尽到嫡母的责任，没有很好的保护他的儿子，加之他又在同一年生病。在他生病的时候，他恐怕突然意识到他已经老了。这时候刘秀是46岁，在古人来说已经是老年了，所以他自然想到了自己的身后之事，想到自己走了之后，恐怕没有人能够保护阴丽华母子了。太子又是郭皇后的儿子，到那时候太子登基，郭皇后变成了郭太后，大权在握。阴丽华母子可能是前途未卜，生死难料。想到这些，可能最终就促使了刘秀做出了废后的决定。所以废后实际上就是刘秀在为阴丽华安排在她驾崩以后的出路。不管怎么说，刘秀废后是他人生中的一个污点。很多后世的史学家都认为刘秀是因私废后。北宋年间，宋仁宗被他的第一任皇后郭皇后打伤，宋仁宗当时就想废后，找吕夷简商量。吕夷简说可以。想当年汉光武帝的郭皇后就是发了几句牢骚都被废了，而像您这样已经被家暴成这样了，皇后一定要废。但吕夷简这个说法遭到了范仲淹的强烈反对。范仲淹明确地说，光武帝废后就是失德之举。郭皇后被废2年以后，太子刘强也让出了自己的太子之位，阴丽华的长子皇四子刘庄做了太子，这也就是后来的汉明帝。郭皇后被废以后，光武帝对郭家确实是非常的好，把他能够给的利益都分给了他们，但郭家得到的也就是财富，而权力则留给了阴丽华这一边。也许刘秀心里早就做好了打算，当年是因为利益他与郭圣通结合，现在他就把利益尽量的给郭家，而最重要的权力则留给了他最心爱的女人阴丽华。对于刘秀来说，这可能是一种两全其美的做法，不过他可能忘了问，郭皇后想要的仅仅就是利益吗？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甲，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